各位网友大家好，那么我是大川法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未来简史当中我看到的一些看法吧。那么这本书呢当中呢有讲到这个齐奥塞斯库的最后一次演讲。那么有关这个齐奥塞斯库的最后一次演讲呢，我也把这个链接给贴到下面了啊。这个是一个罗马尼亚文的，但是呢配有好像是英文字母了。然后呢，你听了之后你就觉得哈，我居然能听懂罗马尼亚文了，是吧？对，因为它有很多发音和这个英文是比较类似的哈。但是呢，它就是讲当时这个齐奥塞斯库最后一次如何在这个国民这个发动这个反政府运动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哈。就是这次演讲之后呢，这个罗马尼亚好像政权就崩溃了，齐奥塞斯库就下台了。那么齐奥塞斯库呢，可能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这个下场比较惨的一个吧。这个历史我没有特别大的研究哈，但是好像是最后不得好死嘛，对吧？是结果是比较凄惨的。那么在未来简史里面讲到这个齐奥塞斯库的最后一次演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啊，他的描写是当时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国内外形势都非常严峻，因为这个苏联已经倒台了，然后呢国内呢比如说物价啊什么这个很多问题，社会问题都很多啊，然后民众呢有很多不满，但是齐奥塞斯库呢自身呢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危险啊，他还不自量力的，还自以为是的聚集的这个10万人的一个集会啊，然后还放了一个全国直播啊，罗马尼亚大概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吧。那么这个10万人的这个集会呢，他就说一开始未来简史他就这么描写的啊，翻译也翻译的非常的这个生动啊，他就说一群人机械式的拍手哈，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像就是这个做着一些这个叫做节奏很符合节奏的韵律的这个舞蹈一样啊。那么欢迎这个齐奥塞斯库上来讲话，然后齐奥塞斯库的这个略含那个音域啊，然后叫音误啊，然后就是有这个叫什么速度很慢，然后讲话这个啰里吧嗦的这个演讲开始了没多久之后呢，然后就听到后面开始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哈，就有一些人在喊台打倒这个齐奥塞斯库的这些声浪啊，就慢慢传递，然后整个人群呢都被这个声浪所影响，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巨大，那么导致呢这个齐奥塞斯库呢不停的在那里说你要安静要安静，然后呢他老婆也在旁边喊这个安静安静，然后呢这个最后那个齐奥塞斯库对他那个老婆非常的反感啊，觉得他老婆好烦，然后他甚至转过来叫他老婆安静安静啊，不要说话啊。那么就是这一整一幕呢，就完全就发生在这个叫做在整个这个电视直播的这个场面上面就反映了出来。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演说结束之后呢，就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爆发了啊。那么最后呢罗马尼亚的政权就结束了。还有这个未来简史呢，相对来讲我觉得他讲的比较客观的一点，他说这个最后呢罗马尼亚虽然是倒台了，齐奥塞斯库虽然被处理了，但是呢这个权力呢也没有回到人民的手中，他说最后呢还是被党里面的一些不同的派系啊给抢占了这个革命果实，是吧？那么罗马尼亚现在选出来的各种这个领导人哈，还是当年的这些就是齐奥塞斯库时期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后代啊，什么这些亲戚啊，什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治体制啊，他们呢很快的又把这个国有这个资产呢就据为己有啊，成为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财阀哈。然后那个日子呢，这个并没有和罗马尼亚时期有什么，就齐奥塞斯库时期能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它是指权力方面的，我觉得经济上面可能罗马尼亚应该比以前要好一些，但是权力上的分配呢，还是就是像斯通纪讲的嘛，就还是那些大院子弟把这个权力给分掉了嘛。结果呢，就是其实变化也不大，但是他讲了一点，他就说这个那么新上来的领导呢，唯一和之前的齐奥塞斯库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柔软性要大了很多啊，他就不是那种是很固执的人，是完全不听人民意见那种的，是不行的。就是他特别自己好大喜功，然后特别要强调自己个人的那些领导呢，他不见了。剩下的呢，就是那些相对来讲会隐藏在权力背后啊，比较低调的那些领导呢，就是成为了一个主流吧。就是说你即使是大院子弟啊，就比如说什么冯小刚、王中军那批人，他当中也有不同的性格。有些人比如说他就不太喜欢这种出风头啊，他就喜欢在背后操纵别人。那么这种在背后操纵别人、不喜欢出风头的人呢，慢慢就成为这个国家领导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呢，他这篇东西呢，我觉得呢看了之后呢，我很有感触，我就觉得和中国现状比较接近啊。因为说句实在话，现在这个言论管控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严格的情况之下呢，有2个新闻呢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和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事情非常相似。一个是就是那个叫易卜生的那个人民公敌这个剧上演之后的那个和那个观众的互动的时候，突然就有观众从那个后面那些这么看不见的地方开始叫说我们现在这政府怎么样，然后就整个就波及了整个剧场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就是那个悲惨世界那个在那个放的时候呢，也是大家一起在唱那个歌嘛，就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多么的悲惨啊，什么这个东西呢，和罗马尼亚那个情况呢是非常的接近啊。那么就是说每一个人呢，他心里面啊，他都知道，就是说我发出声音来对抗政府呢，都是对吧？都肯定是要被抓的，这没有办法。但是你在这种公共的场合，然后谁也不知道是谁喊的时候，突然之间人就产生了勇气，就自己隐身在这个集团里面的时候呢，自己就产生了一个勇气。而当他喊出来的时候，整个集团都发现这个是自己的心声啊。那么这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说在上层建筑的时候，大家认为的一个意识形态呢，和现在下面这个群众里面有可能暗藏的一个暗流呢，其实已经不匹配了。这就是罗马尼亚当时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罗马尼亚的人民当时看起来还很支持齐奥塞斯库，但是为什么就是跑到一个广场里面10万人聚集之后，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哇一个响起来就都在骂他，然后就突然之间全国性的这个群众运动就起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很主要的契机。然后呢，他这本《未来简史》呢还讲了一些有关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些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和现在的共产党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政策也是完全一样的。他说这个罗马尼亚当时齐奥塞斯库搞这种独裁政治，这个民不聊生，但是他那个独裁政治也持续了很多年。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啊，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呢，他的组织能力你是不能够小瞧的。那么他的组织能力主要强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他任何地方都有党组织，就包括什么体育啊，什么经济啊，什么各个企业啊，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你是个组织，它就有党组织哈，就是和中国一样的嘛，就是你什么地方党委都开到里面去，这就是共产党当时能够执掌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宝啊，它很厉害，它在这方面。那么这是齐奥塞斯库维持统治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不允许其他组织建立起来啊，但是比如说像中国就是什么暴走的这些粉丝啊，暴走漫画的粉丝不行啊，要把暴走给封掉。然后又比如说这个叫做叫什么叫做那个搞笑视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个就是有个视频，也就是他不允许你形成这种自己的这个团队啊，自己的这个组织，能想办法给你扼杀在摇篮里面，他就帮你扼杀在摇篮里面。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罗马尼亚呢得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援啊，国际社会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它有苏联这种老大哥，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对它有支援，就是比如说中国经常要给罗马尼亚什么支援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是吧？那么就说，所以呢，它这三个法宝呢，导致了它即便是它倒行逆施啊，然后压迫人民，它这个罗马尼亚这个政党呢还是维持了下来。但是呢，他同时说那个罗马尼亚当时为什么会崩溃呢？它也有3个方面的这个瓦解。第一个呢，就是说它不允许这个人民建造组织，然后呢，他们的组织就从内部分裂了。就是说在齐奥塞斯库那个时代啊，这个党内啊，其实已经分裂出了很多派别啊，都是有些是反对这个齐奥塞斯库的。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也很类似哈。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它这个国际援助啊，这个苏联这些倒台啊，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那么它国际上能够得到支援呢也非常的少，就像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啊，国际上支援很困难啊，到底谁在支援中国呢？是吧？大家都不知道啊。那么这是一点。最后一点呢，就是说群众呢是失去了自己组织的能力啊，但是呢，这个党呢动不动呢就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啊，这做了个很愚蠢的事情啊，他不知道这个人民现在已经是这个暗流涌动啊，他还要把这10万人给叫出来。那么10万人叫起来呢，就是引发了一次这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就是你不让别人建立组织，但是呢，你又要昭示自己组织的力量，那么你就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啊，然后呢，你只要把人民这10万人弄到一起来，它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然后呢，就导致了这么一个导火索，就让你这个政权给崩溃了。那么这3个呢，就导致了最后齐奥塞斯库这个政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我想讲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就是说在未来简史里面当中呢，我可以看到他非常非常的推崇这个集体主义，也不叫推崇吧，他就是客观的描述集体主义的强大，就是说人类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它就是靠集体主义，靠这个团队协作来完成的这些事情。
事情。就当然呢，我也做过一个视频，我说这个工具理性和这个团队协作两个东西呢，都是人类成为这个最强生物的一个法宝啊，两边都不可或缺。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团队主义呢，你说它这个再怎么你不喜欢它的强力性，它的强大你是要承认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专制和独裁呢？因为集团主义、集体主义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力量。它远比所有的这些什么科技创新什么那些，就是搞那种工具理性的那些东西呢，它要强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工具理性这种东西呢，它毕竟是个人行为啊。然后呢，它如果不得到很大的传播，就像爱迪生一样，是吧？爱迪生他不发明什么东西，但是他把东西从人家那里买过来，然后发展出去，那么所以呢，他就成为了发明大王。集体主义呢，一直是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民主和集体主义搞混哈，我们觉得现在中国好像是主权不在民哈，就觉得好像是现在专制独裁就是一小部分啊精英能够垄断这个权利，也是一个合理性的一个想法。那么就说有一些五毛吧，他内心就觉得这种体制也可以啊，他们不需要民主啊，我们不需要民主，因为民主都是愚民啊。你可以否认民主，但是呢，你不可能否认集体主义啊。因为这个人类简史也讲了，你比如说这个埃及法老的时候建金字塔，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法老吗？他靠的也是集体主义哈。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建的长城，是不是靠秦始皇？他也不是靠秦始皇，他是靠集体主义。那么还有这个挖这个大运河，他是靠什么？他是靠这个隋炀帝吗？他也不是靠隋炀帝，他是靠集体主义。那么这个集体主义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呢，它一直都是最主流的一个东西。而一些政权为什么最后会崩溃呢？他就是误以为他个人可以成为这个集体主义的代言人啊，就像齐奥塞斯库这样的人，他以为自己就代表了集体的意志啊。那个人类啊，他惧怕的并不是一个有权利的个人，而是说这个个人所领导的这个集体哈。你比如说毛泽东时期的话，那么人是因为惧怕毛泽东吗？当然不是因为惧怕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引领的整个共产党这个群体啊，那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组织力量。就好像那个什么基督教啊，或者各种宗教，它为了让这个集体主义能够很好的支配各种人类，能够更好的去压迫人类呢，它把这个集体主义给神化了啊，要给这个集体塑造一个人形象的一个神啊，然后这个神呢要告诉你就要遵守这些戒律，然后要做自我牺牲，要对这个集体奉献这些道德上的这些准则，他就告诉你。那么人类社会呢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人呢是愿意为集体所牺牲的。我之前那个视频也讲过了，就是这个最后通牒游戏，就是说人对个人呢是讲究绝对的公平，就是不管能力或者实力怎么样，你要跟我分成，你就一定要4-6分成，我不管的，什么范冰冰，什么这个什么崔永元，不管你什么天差地别，你赚那么多钱，你只要是一个个人，我们就觉得不公平，我们就觉得愤怒，因为这是人类形成集体协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就是他就对个人要求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以前那个猎人是吧，你能打好多这个鹿回来，然后你一个人独吞那些鹿，然后你不分肉给这个村里的人，那你这个部落就死掉了嘛。所以人类的那个时候的这些习惯呢，都延续到了今天。所以呢，他对个人呢是讲集体公平的，但对集体呢，他是讲究这个极端奉献的。那么人类所有的道德准则，最高的道德准则都是为集体而奉献，牺牲自己的一种道德准则，是吧？那么所以呢，这个集体一直是最强的。那么像齐奥塞斯库这种人呢，他有时候就误会了啊，这个集体神话的集体，他以为他就是他个人。那么就我觉得就和中国现在的现状有点接近啊。那么所以呢，我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从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覆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得出一些借鉴啊。那么就是你一个人呢，作为矛盾论来讲，你要有权利的话，你不要追求名声，是吧？你不要做这个你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你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哈。你有权利的话，你就不要有名声，然后你要出名的话，你就不要有权利，是吧？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两全的，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两全呢？就是人类对集体的认识和人类对个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就你如果把集体的名声当做自己的个人名声来进行利用的话啊，比如说我当上了一个最高组织的领导人，所以呢，这个组织的名声就是我的名声，就是我个人的名声，那人类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个人之间的公平原则。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名声呢，我个人我不要啊，这个我就执行这个组织的这个权利啊，这个构造来支配人类的话，那是可以做成的，因为人类对集体主义呢还是有一个
怎么讲非常神的一个信仰吧，就是人类比猪啊、什么狗啊、什么那些动物来讲啊，都是一个更加驯养化的、更驯服的一个动物啊，它比他们更好管啊，没有那么难管啊。你像那个乖乖的是挤电车是吧？猪挤电车的话，哎呀，你碰了我一下不行了，我要咬死你是吧？猪可以咬死人的，对不对？那么你人类的，你在这里挤电车没办法，各个人拿一个手机出来看看，他就忍了是吧？人类是很顺从的一个动物，他对集体是非常非常顺从的。民主呢，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表现。然后呢，你不可能说我们反民主，然后我们国家就没有集体主义啊，这个集体主义是存在的。而现在这个集体主义当中产生了一个暗流啊，就是说去反对这些，就是把民生和权力同时都要拿到自己手里的这种领导人哈。我们中国以前呢，就是什么只要你赢了，你就要拿全部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我觉得最典型就是陈世美吧，你考上状元了，你就权力、民生和这个所有的这个贪污腐败，什么这个要钱、要权、要名，什么你都想要。你在你没考上状元之前，你就是个穷书生。但你一旦赢了之后呢，你比赛一赢之后，你所有东西都要把它拿到手上来。这种呢，就是中国这个文化当中一个特点啊。这种要把所有都拿去的一种人呢，他有一个界限啊，他超过了那个界限之后呢，就遭到了这个整个集体的这个人的反感啊，然后就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政权的这个灭亡哈。也就是齐奥塞斯库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我们这个人类呢，不一定需要民主，但是我们人类一定需要集体主义哈。我们是愿意受这个集体主义的剥削啊，但是呢，不是代表我们就可以接受一个人把这个集体主义的这个成果完全篡夺这件事情。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和这个罗马尼亚比较接近，所以我就把这个齐奥塞斯库的这个演讲呢，稍微再分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